自律的本质是什么？所有近乎残忍的坚持背后都隐藏着近乎疯狂的欲望。战胜欲望的永远只有更高级的欲望。不自律的人，仅仅是因为他对更大的欲望一无所知。你说自己不够自律，半夜管不住嘴，坚持不了健身，坚持不了学习。如果现在有人跟你签合同，坚持1年给你1个亿，你瞬间就可以获得自律的能力。自律的本质是为了追求更深层的欲望。自律不是手段，也不是什么个人特质，它只是人在追求深层欲望的时候呈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状态。为了更大的欲望去克制小欲望，是人的本能。但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哪些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就是坚持不了？真相是你根本不知道，知道基础便是行，做不到就是不知道。你只是听说健身能让自己健康身材变好，听说坚持学习能让自己更优秀，但健康身材好优秀这些概念都太抽象，没经历过，你根本感受不到自己重病缠身起不来床那种无望，感受不到被女神反舔的那种多巴胺冲顶，感受不到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卑躬屈膝一脸奴相的时候，你大脑里喷涌的内啡肽。只有亲身体会过那些抽象的好，才能具象化那种炽烈的欲望，才能渗进你每个毛孔，成为你的血肉，让你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，从仰视到平视，再到俯视，最终无视眼前的一切小欲望，成为别人口中那个极度自律的人。而你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欲望。尼采说，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我习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忍受改成享受，因为只要你在忍受，就默认了存在一个无法忍受的临界点。为什么我从来不提延迟满足这个概念？因为延迟满足反人性，它强调的是忍受。真正的自律不是忍受，不是压制欲望，而是被更大的欲望吸引，权衡利弊，战略性舍弃低权重欲望，享受这种离目标越来越近的快感。比如你健身的时候，面对甜品告诉自己我要自律不能放纵，这就是在压制欲望。意志力一用完就会暴饮暴食。如果你真的体会过这个社会对高颜值好身材的善意和偏爱，也感受过舔狗的酸楚和无奈，就会发自内心的想要放下眼前这块糖油混合物。这种放下不是克制，而是类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种解脱，是一种享受，享受猎人逐渐接近猎物的那种快感。人是欲望的产物，看穿一个人本质就是看穿一个人的欲望。有些人的行为看似不合理，只是因为你还没看到他的欲望。如果一个人不追求眼前的欲望，他必然藏着更大的欲望。胸有积累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积累就是更深更大的欲望。面如平湖，就是说眼前的小欲望的无视。汉初三杰，韩信被夷三族，张良归隐山林，只有萧何贪财自污，换来了世代富贵。刻意自污，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更大的欲望，用名节换取信任。道德经第8章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算是老一辈人的专用签名。意思说，人就应该像水一样，永远停在最低处，滋养万物而不争。但22章又说，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不争的目的，老子点到为止。中庸说透了，水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上善若水的深层动机是为了成海，利万物之成海过程中的举手之劳，无为而为，不争而争。不争是为了大争，是极致的欲望，而极致的欲望都蕴含着极高的能量，很不稳定。它还需要一个坚硬的外壳，这个外壳就叫相信。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比你更支持你自己，你的家人、爱人、亲戚朋友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如果一件事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，你又凭什么做到？当一个人拥有极致的欲望和近乎偏执的自信，就必然会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无欲无求，极度自律。因为一切对目标没有帮助的事，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。外人看来，他的状态就是无为和不争，其实他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欲望。你无法理解一个不吃甜食、坚持健身、坚持学习、戒烟戒酒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些改变能为你带来什么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有些事在你看来只是梦想，其实酒后的谈资和做梦的素材对他来说是刚需。他可以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聚焦一个目标，一力降十会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所有的方法论在极致的内驱力面前都是花里胡哨。决定你未来人生走向的因素很多，但权重最大的那个一定是疯狂的欲望和偏执的自信。这两个东西合起来就是我们说的信念。好好品品吧，关注我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